小朋友们好，我们今天要讲一下人的身体、意识、心理过程三个之间的关系，三位一体构成的这整个结构，直接从一个俯视的角度来讲解一下人体真正的结构，了解一下什么是一元心理。然后我觉得一元心理这个词可能会比健康心理更适合。心理健康它永远反面对应的是心理不健康或者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健康心理和我们真正的这个根源上解决问题的做的立场，它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不再从健康心理的角度，也不是从亚健康心理或者心理疾病的角度来分析人的什么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因为分析起问题来啊，就真的是五花八门、无限延伸、各种变体。所以我决定今天还是来讲一下一元心理。一元，意识清醒为一元。这个意识很好理解，就是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的认知，也不是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自己唯一不变的这个自己，从小到大，从出生到现在到去世都不会变更的这个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它呢，它的存在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但是它和身体连接的这个方式，我们现在也没有观察到。如果要怎么想这个意识啊，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太阳吧，好吧，我们就这样子。好，这个呢就是意识。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它就是也可能是我们说的真如、灵魂、不二或者灵，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啊，还有精神都是的。但是呢，就是这个自己，现在可以通过三个问题来感受一下。如果不太好理解的话，这个意识啊，我们自己每天都在用，但是呢，却慢慢啊，随着生活经历的叠加，慢慢就不太能直接感知到，我们的敏锐度啊，就是逐渐物质化了，逐渐就不太能直接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如果大家对这个意识有什么就是不太确定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这三个问题来感受一下。从小到大，从出生到现在，你变过没有？你会不会是今天是张三，明天是王五？感受一下。比如说我们同时在讲话，还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然后呢耳朵又在听音乐，手上呢又准备去接一杯别人递给我们的咖啡。这三个听的、手动的，就是这么多接收的主体控制中心是一个还是多个？我们自己再感受一下。其实听的、看的、触摸的、控制的源头只有一个，就是意识，也是我们自己。这个就是唯一不变的控制中心。第三个，我们从小到大有没有失去自我意识的时期？比如突然觉得自己是颗大白菜，是只乌龟，是个蘑菇等等，这样的情况不包括睡眠、喝酒断片。反正就是呢，我们先大概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能不能有一点好像感觉到意识就是这个呀，好像有，每天都在用，但是呢却不断的忽略，不断的还在找其他的什么意识。这个呢就是意识。说完了，身体都知道啊，从头到脚这个肉身啊，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也把它标记一下。我做了一个，都是做了牌子的，我们看一下，就这么贴着吧。身体能明白吧？小时候呢是一个小婴儿，慢慢长大了，发育了，然后到了20多岁的时候呢，身体机能的状态基本上就是到了一个顶峰状态，然后慢慢30、40、50就逐渐下滑，身体的机能呢也在慢慢的弱化，到了老就是逐渐呢就衰老了，这就是我们身体的变化。接着就是心理的部分。心理呢就是我们大脑当中流过的这些信息流，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河流，就是源源不断的有信息进来。心理包括哪些内容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念头、我们思考的东西、我们分析的过程、我们各种各样的逻辑、我们的灵感，都是属于心理的部分。我把心理贴在这里啊，但是心理过程不是从这里出现的，它是大脑当中的想法，我没地方贴了，我也不能说贴在头上。好了，这个呢就是意识、身体、心理三位一体的这整个大概的结构。
我们说一元心理啊，意识清醒为一元，也就是说呢，唯一的主动权，唯一的控制中心是意识清明的状态。这个时候是什么状态呢？意识清醒，身心柔软，心理流畅啊，它就是一条清澈的河流的样子。我们所说的各种想法的纠缠啊，各种就是感觉到情绪的问题也好啊，焦虑、抑郁，无限的这种烦恼，就是人们说的烦恼，它就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也不是不存在，它只是它会出现，但是它就像河流一样，它就是会流过去，它就是会流过去。然后呢，为什么老是要笑场？这种模式呢，就是意识清醒的状态下，它不存在什么健康心理或者亚健康心理啊，就是意识清醒，心理只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副产品，就是意识和身体的这种沟通，因为人体不断的就是在主动的产生想法和被动的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个意识和身体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有我们的五官也在不断的接受各种各样的被动的、主动的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它就是会有源源不断的心理流产生，这就是我们的干扰。那么意识清醒的状态下呢，这些心理流就是像清澈的流水一样出现就会过去。其实我们不会叫它健康心理，因为健康心理只是说我们的那个视角还是停留在解决心理的问题上，没有搞清楚这个我们意识清明的状态，意识的核心真正的位置在哪里，也就是现在主流的各种心理怎么讲呢？心理专家们，各种各样的，还有很有名的院校，甚至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心理的名声就是蛮臭的，因为就是没有效果，然后又衍生出各种各样身心灵来做替补，在心理的周边进行探测和一些尝试，都还是能够有一些改善人的身心健康的这种情况，但是呢，还是没有完全的把意识、身体、心理这三个关系说得很明白。这个呢，我们说的是意识清醒的状态，它的身心结构。那么意识不清醒，它的身心结构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调整，就是这个做主的呀，虽然是我们自己，但是呢，它充斥着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是我们的脑袋里面，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已经充斥着我们的心理过程，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意识的唯一控制权被心理有点像把它的光给遮盖了吧，可以这样子理解啊。就是本来呢，我们的意识是很清明的，但是呢，就是本来呢，我们的意识是很清明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心理习惯，就是这么久以来啊，真的是形成了很多不良的心理习惯，总是会放纵、任由自己各种各样的想法信马由缰的去出现在自己大脑里，从来不会进行管理。那如果我们的大脑当中每天的时时刻刻都是各种各样的想法、念头的时候啊，基本上意识就不会是一个清醒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基本上完全的被心理过程占据，就像是鸠占鹊巢，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乱臣，就是奸臣做了皇帝的这种感觉，想要来篡夺主权。这样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今天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明天我又被这个情绪牵走了。哎呀，就是一天当中可能就换无数个想法，无数个情绪，就是不断的在受它影响。那这个时候有什么健康心理可言呢？其实它就是意识不清醒的状态。我们之前也讲了，每个人的心理过程都有着5大规律。第一个就是重复、连续、惯性、临界点和激发，就是这5大规律，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啊，看一下强迫症的问题。强迫症就是自己的心理过程啊，它总是或被动或主动的。它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就把它抓过来，不断的去加强。比如说我想要擦鼻子，就是擤鼻子这个行为，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它就每一次的加强，每一次的加重，每一次的描黑，它就不断的形成了这种强迫。就是很简单的问题，是我们的注意力被心理过程吸引，然后每次就惯性的去选择它提供给我的选项。就是
我们在看到这一段心理过程的时候，就像上了惯性带一样，很自然的就会重复这个动作。所以解决心理健康、心理亚健康的问题，就是把主动权复原，就是恢复自己的唯一的主动权，不要让自己的注意力在无限的被自己的心理过程占据。这个时候就像眼睛蒙起来了，随便做决定，就是这种状态，生活整个都会进入很混乱的状态。那意识、心理、身体他们之间三个的这个关系啊，我们也大概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这么反复的强调放松的问题？这种放松它不是我们去听一下音乐，也不是我们出去郊游啊，去户外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放松啊，这个放松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放松就是不用力了，我们的身体肌肉不用力，这个时候不再干涉的时候，只要持续的这种不用力，我们的身心就会自动的恢复到一个最佳协调的状态。这个过程不是通过注意力的干涉，也不是通过我们自己去引导而发生的，它只是人体的一个自然的过程，就是人体的规律就是这样子的。身体的状态是很多人都不会留意的，紧绷的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留意过，可能有很多人都在进行冥想的训练、打坐的训练，但是就是很少，我们很少见得到真的是做得对的，很少，可能偶然出现过一些比较好的状态，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把它持续性的做对，这个是很难的。那么整个身心训练的结构也就很清晰了。身体放松，因为身体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把它降到最小的颗粒度可以操作的事情，就是肌肉松下来，身体放松了，慢慢呢，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舒缓下来，就是附着在各种心理过程啊、各种念头想法上的这个注意力就会它自然的舒缓下来，不用去处理任何关于注意力的这种动作啊。很多冥想禅修都会教我们要专注，要怎么样集中在呼吸上面，这个就是不要的，就是不要这样子去做。注意力我们不用去管它，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再次强调，这个松不是出去玩的那种松啊，就是不干涉了之后让它深度的静下来。这个时候呢，好，注意力舒缓了，我们的意识它就自然的会清醒，然后心理过程它的频次自然的就会减少，各种纠缠的啊、难受的、痛苦的，就是会减少降低。这个时候呢，意识就逐渐恢复了清醒的状态，就是像太阳的这个云层，消散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怎么解决心理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就像是心理本来就是如同云彩一样，千变万化。你能拿云彩干什么？拿下来做衣服，还是想要去给它搞一个什么装置、创意艺术啊这些的吗？都不用，它只是云。云来了，太阳的光呢就被遮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就完全被吸引过去。当云它自然的就会走开的。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云一直笼罩着太阳的呀？没有这样的情况，它本来就是流动的、变化的、流逝的。换句话说，我们说心理很脆弱，心理本来就是脆弱的，因为它时刻在变化。而如果要恢复心理的这种流动性，它自然的就是像云彩一样，我们看到这个流动的轨迹啊，它的这种很自然的流动，不再是那么纠缠的时候，只有一点，身体松下来，然后呢，心理过程减少，意识自然的就清醒了。而深度静下来的这个过程，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八触的体验，比如最开始初期就会有酥麻的，然后还有清凉温热，有的人甚至还出现痒涩冷，就是各种各样的重压，这种很极致的体感。我们不说什么境界啊，就是人体自然的一个调节过程，它出现的随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随机出现的一些感觉，我们从来不稀罕这些境界，因为人体静下来，它就是会有这些变动，就像是一个自动进化的过程，就像浑水静置。那么身体静下来了，意识自然的就清醒了，而意识清醒，它就会自然的伴随诸多的好处。
这个时候啊，心理的问题没有什么解不解决的，因为意识清醒了，这个问题自然的它就是这么流淌的清澈的心理流。本来比如说像修行静坐禅修的好处啊，真的是从古至今都就是人们把它传的五花八门的。我们换句话说呢，其实不是它多么神奇，不是静坐有多好，也不是禅修修行有多么神奇，而是我们人啊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意识它自带的这些功能，我们只是通过静的训练恢复进行复原，它就是有创造性的，就是充满着灵感的，就是利他的，就是像太阳一样，每个人都是，就是一个一元的状态，就是一个完全的正向，只不过呢被各种各样的心理过程占据了。意识不清醒的时候，纷争就多了，战争就多了，各种各样的纠纷，各种各样的混乱，真的就是每天这里吵架那里打仗，就是这样子，就是奸臣当道。我们自己就像一个国家，不能让奸臣当道。人体的规律就是这样子啊，就是缩小到这么小的颗粒之后，就会发现紧绷就是会难受，放松下来舒适就是会慢慢的出现。过去啊，对静坐、对禅修、对修行都是各种各样的误解理解，但是理解误解也没关系，各种各样的理解误解它就是心理过程，各种各样的心理过程我们无所谓，你知道吗？不需要去处理这种误解，你处理这种误解它可能又变成了另外一种误解。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吃到了这个苹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苹果就是苹果，不是书本上说的那个苹果，也不是别人告诉我那个苹果多好吃，而是我吃到了。其实它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因为5度之后就能体验到观念篱笆的消融，意识清晰度通过训练到达5度，身心自动化开，想法念头自动溶解减少。这时认知观念顽固的我以为我认为都在溶解，就像大脑里的框架在消失。本来观念跟笼子一样的，把大脑分割成很多的框架，现在随着身心溶解，一切框架在消失，这个道理的那个逻辑的都在消失，留下的就是清醒的自己，还有宽阔的自由。因此再看世界就是直接去看，直接听，直接描述出来，不再从大脑里找别人说过什么。直心是道场，这个就是客观。我们这里再提一下，很多人会担心静坐、冥想、修行这些各种各样身心训练走火入魔的问题啊，是有的，但是呢，是方法不对才会出现这个问题。正确的静坐训练不存在说走火入魔，很简单，坐在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任何问题，人坐着能有什么嘛？我就是坐在这里讲话呀。你有问题的是我们的想法给它叠加了不同的滤镜，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可怕。走火入魔的情况呢，其实就是我们在静坐过程当中被练习静坐的这些体验给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完全的陷入到那个体验当中去了，这个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哪，更不谈意识清醒的这个状态。所以啊，就传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走火入魔多么可怕。放松能有什么可怕的呢？紧绷才可怕，而且身体的紧绷会伴随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很多的疾病，身体的疾病也好，心理的疾病都是因为身体的紧绷而导致的。放松是唯一没有任何后遗症的练习，而且伴随无数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讲一个视频，就是最后总是到了放松，因为解决问题是无限的，就是每天都是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五花八门的问题，它不是第一天突然就成那样子的呀，它是从一点点延伸变体，就是一点点发展成那样子的。